今天的这个组合方法呢，非常的有意思哈。我们把这块材料的这条边对准这个中心线，然后用长针法把这段给缝起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快乐手工。之前呢，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小手工，利用这种小手工做出了很多小包。小包在生活当中啊，非常的实用。我们利用小包来放硬币啦，放耳机线啦，放贴纸啦，乱七八糟生活当中的小东西都可以收纳起来。虽然都是做小包，因为它们制作方法呢是不一样的，那我们制作的过程呢就充满了乐趣。今天我带来的手工呢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类型哈。我们呢简单准备的是10厘米的2块布和一根拉链，因为制作的方法有了改变，制作好的小包呢也就不一样了。接下来就跟我来看一看它的制作方法吧。首先呢，和我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这个有趣的小包用到的材料。这个呢是一个10厘米的正方形，我说的呢这是铺棉的尺寸，我们呢需要放1厘米的缝缝。铺棉呢套在面子上，今天我用的面料呢是一块烫金的印花面料，这个是里子，尺寸呢和面子是一样的。这个材料长度10厘米，宽度5厘米，面子2份，里子2份。咱们这个小包还需要一段7厘米的拉链，这个是用来做在拉链两头的布头哈，它呢长度5厘米，宽度3厘米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动手制作了。首先呢，我们把这3份材料，里子和面子正面和正面相对，然后整个车一圈，记得要留反口。车好以后呢，我们把材料翻到正面。现在这3份材料呢，我们都翻到了正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处理拉链哈。我们把布条像这样子烫进5毫米这3条边，然后在拉链的一端这样车一条线，车好以后呢，我们把它这样折上来，再折下来。我们在这个位置呢车一条线。那我们两头呢都这样做，拉链两头的布条呢做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2个长方形的材料把它对齐，然后把刚才做好的这根拉链正面冲下，我们把它搁在中间，然后两边车一条线。现在我把拉链呢缝好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块材料和它组合在一起。今天的这个组合方法呢，非常的有意思哈。我们把这块材料的这条边对准这个中心线，然后用长针法把这段给缝起来。我们正面缝好以后呢，翻到反面再缝一遍，这样子呢，小包就更加牢固了。这段线呢缝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块材料这样子折叠过来，然后这2条边缝在一起。那我们按照这样的顺序哈，把这2块材料组合起来。缝好以后呢，咱们整个小包呢就制作完成了。这个小包的上面和下面呢都是正方形，这俩正方形呢是错开的，侧边呢是这样子一个曲尺的效果。这个包第一次做哈，做好以后呢好像不是很周正，包呢而且也做的有点小了，只能放硬币啊一些小东西。刚才介绍材料的时候，这个材料是10厘米的正方形，如果我们做到15厘米的正方形，我觉得用处会更大，而且呢会更好做。这期视频内容呢就是这些了，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，记得要帮我点赞哦，咱们下期再见。